手雷作为战争中单兵使用最高的武器之一，它有着灵活的使用性和超强的杀伤力，既能杀伤有生目标，又能破坏坦克和装甲车，体积小、质量小、使用方便等特性，曾在历次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今天就带各位老铁看一看这类杀伤性极强的9款手雷。当化学、物理等工业进步以后，人们开始逐渐解决传统手雷威力不足的缺陷，并将手雷分成了进攻型、防御型和攻防兼备型。进攻型要求投掷距离短于20米，杀伤半径小于5米，是为了防止误伤，所以采用炸药产生的冲击波杀伤。防御型则相反，要求投掷距离要大于30米，杀伤半径大于15米，多数采用破片杀伤。攻防兼备型的手雷，这种类型的手雷呢，则取两者中间值，投掷距离在20到30米，杀伤半径在10米以内，冲击波和破片综合使用。Top 1 RG60TB 型手雷，这款又叫做温压手榴弹，它与常规手榴弹的区别在于弹体内部，其内部有引信加少量的爆炸物和240克云爆剂。拉开保险投掷后，首先引爆少量爆炸物，将云爆剂炸飞出去。云爆剂在空中与氧气混合产生2次爆炸，这样一来，这款手雷的杀伤半径就达到了7米，它的爆炸效果等同于10枚常规手榴弹，与其内部装填600克 TNT 的75毫米手榴弹不相上下。由于云爆剂爆炸需要与大量的氧气，如此一来，这款手雷在面对密闭空间的目标时，敌军不仅要受到2次爆炸的伤害，还要面对后续缺氧的情况。根据目前武器发展的趋势，添加铝热剂的手榴弹也越来越普及。如果在温压手雷内部再添加铝热剂，那么单枚手雷爆炸的威力或许可以把一辆轻型装甲车炸上天。Top 2 SOHG 手雷。SOHG 手雷是大威力手雷的代表，是美军2015实施陆军远征战士项目时测试的一款新型大威力手雷。与普通手雷最大不同点在于造型从卵形改为圆柱形，它属于进攻性手雷，其内部没有配备破片，由基础模块和拓展模块组成。基础模块包括一个 3.5 秒的延迟引信、110克云爆剂炸药和底部一个拓展模块的螺纹接口。拓展模块的装药和基础模块相同，仅有110克，完全依靠爆炸的冲击波作为杀伤力。单模块手雷造成的破坏是普通手雷的4倍多，3个模块组合在一起，可以轻松地炸毁一间小型平房。Top 3 822式攻防兼备钢珠手雷，由弹体和引信2大部分组成，壳体在爆炸时能散发300多个碎片，内部还装填了1600克直径3毫米的钢珠和62克的 TNT， 杀伤半径大于6米，极限杀伤范围为30米。拉开引信后有着无烟的特点，在使用过程中不会产生火光和烟雾，有利于投掷手的隐蔽和安全。塑料壳内的钢珠爆裂开后均匀飞散，杀伤死角少。虽然性能上与美军的 M26A2、英军的 L2A2 等先进手雷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与中等水平的手雷相比，比如德国的 MDN61 手雷基本处于同一水平。Top 4 M57式杀伤手雷，是美军在上世纪60年代根据 M26A2 式手雷改进的产品，主要由弹体和引信。弹体采用上下薄钢片咬合而成，内部装有 B 炸药。给各位科普一下什么是 B 炸药。B 炸药就是 TNT 与黑索金混合，同时含有钝化剂的炸药。不同时期的 B 炸药混合比例是不同的，所以就不逐一介绍了。我们回归正题， M57式手雷有着极高的杀伤力和杀伤半径，一旦命中目标就会立刻爆炸，生存概率几乎为0。同样，这款手雷装备的引信也有着出手和失手2种保险机构。出手保险可以保证手雷脱手3到7秒后才会引起爆炸，失手保险可以保证作战时手雷投出而失手落地后不会爆炸的绝对安全。但是由于引信装置需要小型电池作为能源，而电池电量储存又非常有限，所以使用时较为麻烦，同时不便于储存。Top 5 Mark II 型防御手雷，是美国在2战时生产数量最大、装备范围最广的手雷，由1战时 MK1 型手雷改进而来。作为一款防御性手雷，它的内部装填了57克的 TNT 炸药，炸药含量虽然少，但是爆炸之后的破片有着较远的攻击距离。弹体上共有40块预制杀伤破片，爆炸后可以覆盖50米范围。
一般很难躲过，而且声音巨大，会对耳膜压造成伤害。但是这款手雷本身还是有着一定缺点的，由于弹体采用的是铸铁弹体，再加上炸药含量较少，所以在手雷脱手爆炸后形成的杀伤破片无法达到预制的40块。Top 6 M67 式岩石杀伤手雷，这款手雷采用钢制球形弹体，球形弹体是公认的最理想的弹体形状，有着爆炸后杀伤破片分布均匀的好处，是美军在 M33 式，其内部装有 B 炸药，有效杀伤半径在15米，伤害很高，并且会造成敌军较大的创伤。引信装置与上面讲的 M57 式手雷一样，有着双层保险机构，可以有效防止引信被意外拉出产生的事故。这款手雷作为美国陆军标配手雷之一，是美军在 M33 式手雷的基础上改良而来的，直到目前还在使用和装备。Top 7德国 MDN61 式防御手雷，这款是由德国最新研制的防御性手雷，它可以在泥泞等恶劣环境下使用。弹体采用塑料制成的骨筒型，弹体内部装载了4300个直径为2到2.3毫米的钢珠和50克的泰安炸药。引信保险被安置在弹体顶部。MDN61 手雷在经过前几代的技术改良后，内部装填的钢珠对比 MDN31 手雷增加了1300多颗。泰安炸药是已知最强烈的炸药之一，它比 TNT 炸药更为敏感。泰安炸药和钢珠的加量也让 MDN61 式手雷的威力大大增强，在爆炸时杀伤破片更为密集，以至于防弹衣都难以抵挡。Top 8 91式防御手雷，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发展军用手雷的国家之一。91式手雷在1931年正式装备日本陆军，弹体上的纵横凹槽将其分为50个杀伤破片，内部装药为60克 TNT， 杀伤半径为7到10米。由于91式手雷是日军10年式手雷改进而来，所以它可以在年式的发射筒上发射，有效射程为65到175米之间，也可以使用枪挂掷弹筒抛射。虽然这款手雷爆炸范围很大，并且可以使用多种方式来发射，但是它还有一个严重的缺点，那就是将引信拉开之后，等待爆炸的时间太长。一旦手榴弹落地之后，还要经过几秒才能爆炸，而这样的情况就给了敌军反应的机会，可以将手雷捡起来并且反投回去。但是这样的引信设计也让它可以做到悄无声息地发起进攻。Top 9 84式手雷，这是一款结构另类的手雷，由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制成。它的弹体采用球形弹体，弹体内装填了60克 TNT， 有效杀伤半径在6米，杀伤破片由钢珠组成，对机动车有着极大的杀伤力。为什么说它是一种结构另类的手雷呢？那是由于它的引信起爆机构的零件由20多个零部件所组成，使用方法也较为复杂，并且手雷在投出后撞针必须碰撞才能起爆，而且没有自毁程序。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各位老铁还想看哪些武器的盘点，欢迎留言讨论。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各位老铁们，我们下期视频再见。